你说川普到底是川普要先跟习近平讲话，还是习近平要跟川普讲话？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找川普出来处理？显然，习近平跟川普在上一次的会面的时候，他们针对台湾问题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跟共识了。而日本莫名其妙的瞎搞事，结果呢，把原本的这个默契跟共识呢，又重新搅得一团乱。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当然必要跟习近平解释啊，说我没有玩两手策略哦，高市早苗是自己自走炮，他自己搞出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双方现在的外交战场呢，已经上升到了联合国要去告状的一个高度了。我们来看到中国的代表傅聪呢，他已经致函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了，他要求高市早苗你要撤回这个台湾有事论，并且指控日本呢现在这动作频频，是不是对中国又发出武力威胁，没有学好过去这个军国主义的教训呢？那日本这边当然也是不示弱啊，他们同样状告到联合国了。来看到这个大使山崎哦，他同样是致函给古特瑞斯，就做出了反驳，说日本呢没有要去发动武力威胁，只是在做一个被动的专守防御被动战略，可以说是双边各说各话，各有说法。那么北京手上现在的王牌呢，我们知道依旧是这个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然而这个敌国条款究竟是一个历史的东西，它放到现在还有没有用？虽然说是对日本动武无需安理会的这个授权，很有想象空间，但是想先请教大宣委员啊，这张牌敌国论是虚是实？一旦出招，是真的中国就可以去打日本了吗？我是不敢想象。但是如果真的东北亚打起来，第3次世界大战，我真的是感觉不远了。是所谓北京之所以要讲到的敌国条款啊，不是说北京要立刻发动对日本的攻击，它主要要提到的就是说，一旦台海发生冲突，这是中国自己的家务事。如果你日本在这个时刻你要插一脚进来，那么我就可以有这个权利，在不告知联合国安理会的情况之下，我就直接对你发动攻击了。这就是他当时所引用要敌国条款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最主要要表达的意涵啊。那我觉得敌国条款它其实是这一次的这个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哦，这个北京政府所采取反制措施的组合拳里头一环而已啊，它并不是最主要的一拳啊。其实中国大陆现在是打了一整套组合拳出来嘛。从第一时间我们看到要求航班取消，观光客退订哦，然后接下来你看到的原本要开放的水产品，现在可能全面封杀，甚至会扩大范围，除了福岛的这附近的以外，其他的地区都有可能全面这个切断这个进口的可能。然后包含和牛，本来和牛的谈判现在也叫停，然后包含国际间的这个中日韩3国的对谈哦，就外交上的一些这个会议也全部喊停。那你更不要讲说日本艺人在中国大陆的演唱会，所有的表演节目都喊停。然后你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军演哦，在黄海地区不断的在发动一波一波的军演。所以其实中国大陆手上的工具箱还很多啊，它还有各式各样的工具。但是坦白讲，我认为这样的组合拳就已经够了哦。那么现在虽然日本死鸭子嘴硬说，哎呀没什么了不起啦，日本观光客不来，还有台湾观光客。那你赌赌看嘛，你看看日本的观光业一年有多少观光来自台湾，有多少观光来自于中国大陆？你看看台湾能够补得上中国大陆的这个缺口吗？补得上嘛？就长远来讲，日本的观光业在这一波当中必然会遭受很大的冲击啊。肯定。那么只是现在日本政府死鸭子嘴硬，认为说没有什么关系。那你还不要讲水产品啊，还不要讲和牛嘞，一个是他们的养殖业这个渔业，另外一个是他们的畜牧业，这都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哦。那你更不要讲说，对中国大陆来说，他手上还有最后一张王牌，也是最重要的这张王牌。这张王牌是前2天就自己跳出来了，川普自己就跳出来处理这件事情了。打电话了。你说川普到底是川普要先跟习近平讲话，还是习近平要跟川普讲话？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这件事情要找川普出来处理？显然，习近平跟川普在上一次的会面的时候，他们针对台湾问题已经达成了某种程度的默契跟共识了。而日本莫名其妙的瞎搞事，结果呢，把原本的这个默契跟共识呢，又重新搅得一团乱。所以对川普来讲，他当然必要跟习近平解释啊，说我没有玩两手策略哦，高市早苗是自己自走炮，他自己搞出来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嘛。所以呢，川普在跟习近平对话完之后，就立刻打给高市早苗了。就对日本来讲，他现在当然咬着牙不承认，他说没谈台湾问题，就只谈这个其他的问题，最好是这样啊。
大家知道，川普跟高市早苗才刚见面完没多久，那个高市早苗勾着川普的手走出来的画面，全世界都看到了。你说川普有这么爱高市早苗吗？手才刚刚勾完，现在又要再打电话跟他聊天，会发生这种事吗？他会打电话，必然是有事发生的。他跟习近平也才刚刚见完啊。对，就算习近平是他的好朋友，也没有好到这个地步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北京打出来另外一张最重要的牌嘛，就是川普啊。那你现在来看日本要怎么处理了？日本再不退让，再不下台，那么接下来当然敌国条款就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了。敌国条款对谁会有压力？对琉球群岛会有压力，对与那国岛会有压力。这两个岛屿这些群岛的民众会觉得干我屁事啊！台湾有事是他家的事，怎么会变成我日本有事呢？而且日本有事就算了，又不是东京有事，是我琉球跟与那国岛有事。那你说对这两个地区的民众来说，他怎么可能忍得下去嘛？所以对日本来讲我们最近看到的一波民调，虽然看起来高市早苗得到的支持度很高，可是他们进一步的问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将近有80%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好，那如果台湾有事，你愿不愿意上战场为台湾一战？愿意承认的人还不到10%嘞。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家就可以知道了嘛。你就真的让日本有事的时候呢，你就看看日本人是不是真的想要有事啊？美中2位领导人呢，他们又通话了，这次是透过线上的通话，也是继2人在之前韩国的 APEC 峰会见面之后呢，这次是由中方习近平主席主动来跟美方联络的一场契机哦。那双方讨论了包括像是俄乌战争啦、芬太尼毒品的问题啦、黄豆啦，以及其他的农产品等议题。特别的是，新华社做出了一个报道，指出呢，在这次通话中，习主席特别强调了台湾回归是战后国际秩序的一个重要组成哦。那美方也是表达理解台湾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但是没有进一步的去展开。那通话后呢，川普就说明年4月他将会访问北京。那同时他也邀请习近平主席在明年的稍晚呢，也去到美国看可不可以做个访问。所以双方是展开了一个良性的互动。那老实讲呢，美中今年的关系因为受到整个贸易战框架的影响下，其实是非常的恶劣、非常糟糕的，一直到下半年开始才有所好转。那这一次由中方主动来联络美方，其实还蛮少见的。而且北京主动出击的背后，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有点耐人寻味。我们先请教介大使，你嗅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算计？对，因为这个就跟德国之音的报道，他说这个中国大陆的领导人直接打电话给美国领导人，就是用4个字叫极为罕见。极为罕见。上一次是好像9·11事变的时候，江泽民打过电话。这个中间你看多少年了啊？那可见这个应该就我们的这个嗅觉来讲，应该是知识体大。知识体大。当然就是说，大陆发表的这个事后的新闻稿谈了很多点，对不对？第一个就是双方这个有一个共识，上一次的见面达到的共识很具体，然后呢又谈到了怎么样还要继续交往下去的一些原则。那其中特别提到，就习近平主席对川普总统特别说，台湾的回归是2次大战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那直接跟美国谈台湾的问题。那而且中国大陆还特别写在这个新闻稿里面，是这里面就很有注意的地方注意的地方。那事实上的话，像德国之音他下的标题就是说这个事实上感觉是中国跟希望美国介入之间，中日目前的这个他用僵局，对，那可能是有这个作为，还是说呢？如果你要有推测的话，是不是中国大陆要对日本做出下一段的举动是什么？先跟美国打招呼，或者说呢，中国大陆希望川普总统出面跟这个美国的跟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做一个沟通，还是带有一个立场的沟通？那或者就是说，第3个就是请美国的总统，再接下来可能请美国的川普总统来做目前中日僵局的一个调解人，就你要给他一个目标对，那是不是如此？看不出来，因为川普立刻也在他的这个Truth Social 里面发了一篇文章，讲了很多，他就说我的好朋友我们打电话怎么样？这个大豆什么这些东西都是运转顺利那么双方可见双方的关系现在很好。
那么我已经决定4月，习近平主席再次邀请我4月去北京访问。那么我也同样，我为了这个好，等于说怎么讲呢？回馈啊，就是说，那么我也这个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的适当时期到美国来访问，进行国事访问。那他没有提这个日本的事情，可是呢，很奇怪的这个电话打完没多久，川普自动打电话找高市早苗。对，这个就变成就是说，川普虽然没有提台湾问题，只有大陆讲台湾问题，那川普为什么会这个电话挂了以后，几乎是他那边应该是很晚哦，因为他说是25号早上，而这个电话已经打了。你知道，美国跟尤其华府跟我们这个东京或者这个北京时间是黑白颠倒的，差12个小时啊。那他可能就连夜就打了这个电话啊，可见他做事这个企业出身啊，是好见机理，风风火火的。结果呢，那这个电话目前美方保持缄默，对，没声音。可是高市早苗说了，他说川普主动打给他，是对不对？然后他说，川普还告诉我，我们是很好亲密的朋友，你以后随时可以打电话给我。那么好，那可是呢，对于里面谈了是不是谈了这个什么具体的问题啊，或者说有没有谈台湾问题？高市早苗说细节不便透露，就这样子。所以不管怎么样，习近平打完电话给川普，川普立刻打电话给高市早苗，那可见重点就是在中国大陆跟日本的关系。是，所以我觉得很快，因为这个电话的话，川普会打的话，不会只寒暄啦，这就是一定有什么样的立场，是或者有一种或者传话都不知道，那就看着现在这个要不然我们就看川普是不是有时间发一个这个 True Social 的贴文，看他怎么讲。另外一个就看高市早苗日本这边的会不会有什么具体的回应动作。中国总理李强还有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们在 G20 上面会不会有一些破冰的互动呢？那结果是这两个人连最基本的礼貌互动都没有。来，我们请导播来带一个画面来看到这一次很明显呢，对比之前高市他是开心迎接川普总统，两人又是挽手下楼梯啦，又是有说有笑。这一次他跟李强呢可以说是零互动、零接触、零眼神交流。那么日本媒体还形容高市早苗是这个经历了一场非常令人尴尬的一个灾难性的外交那他本人是重申，不管现在跟中国的关系怎么样，那他希望日本的立场是没有改变的，希望跟中国建立有建设性且稳定的双边关系毕竟这几年非常流行去日本旅游嘛，那中国老百姓的这些观光才赚起来，不香吗？但是呢，现在双方关系闹僵了，可能中国游客都不去了。日本的经济也传出了3大的崩盘警讯包括了 GDP 6个季度以来是首次的萎缩，还有通膨已经是连续43个月突破了这个日本央行的警戒线，物价狂飙啦，薪水不涨啦，还有这个日本的汇率已经低迷许久了，都让日本很多的朋友非常的痛苦，非常的难受。那当然还有债务的问题等等，种种内部隐忧都没有解决。那么现在又来一个中日的外交矛盾那高市鲜明的立场我们都知道，但到底为何他要在这个节骨眼上感觉不惜跟中国硬碰硬呢？我们先请教杨老师。其实日本现在整体上看起来经济层面大家的感受真的是越来越严峻10月1号开始很多的物价都在调高，可是生活上基本上这几年都感觉上没什么太大的变化。那因为观光以及服务业的这个提升呢，使得街头上观光的这些景点其实是很热闹了许多。我觉得接下来这个影响会是长期的，也就是基本上日中关系、中日关系都难以止跌。关键一方面，高市现在人气很旺，好几个民调从65%、69%到最近的读卖新闻出来72%。那当然，读卖新闻它有一点机构效应了，因为它是比较保守的报纸。可是你问到对于经济、对于各个层面的这个表现，高市的政策的满意度如何？目前我觉得都还是停留在蜜月期。可是对于就是中日关系的这个看法，大概是在读卖新闻是56%、25%这个跟共同社做的48%、44%就有差别。那当然就是赞成跟反对
特别他在国会讲的话，以及中日的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以现在看起来，我觉得他在民粹跟支持率上，他其实是有恃无恐。他觉得他现在已经跟过去日本曾经最辉煌的小泉内阁时代的这个民望一样高，因此他不需要去改变任何的这政策。那另外一方面呢，当然他代表的是这30年来，他1993年从政进入政坛，到现在为止，他站在的是比较保守右翼的立场，也一直都没有改变。其实他所参加的谈话会以及相关的这些团体，对于修宪、安保3法、集体自卫权、美日安保，甚至安倍后来提出来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都做过一些讨论，而这有它的一个整体的关联性，在法律上，在政策上，在日本要如何成为一个正常军事大国的这种战略论述上，所以我觉得高市讲出来的话不是他突然的，是他一直有这么坚信，也许那是在质询当中，他自然的就讲出他坚信的话。他讲出来当然就不可能收回去了。一方面，这个民意高啊，民意高3个原因啊。第一个，他抓住了美国，他抓住了川普，是，日本人觉得这个是做的正确。第二个，右翼的媒体跟一些网络的右翼不断的在支持他，在捧他，所以大家其实反对他的声音并不是很明显的出来。虽然都有一些这个过去的首相啊，还有一些政治人物，还有一些学者有讲话。第三个当然也就是他发钱嘛，经济上这就没什么问题了，拿钱就开心，对不对？那不像我们这个普发1万，搞了半天，搞这个终于才出来。那出来之后，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那边这个表态，好像说他们的功劳。那他不是，他主动就发2万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就大概是川普也现在看到他这个效果不错，可能接下来要发个2000块美金哈。所以现在政府这种搞民粹，然后呢剧场比较极端的民族主义式的，几乎大概都是这个样子。所以你说他什么底气？就这是在民调右翼以及在他的就是整个这个跟美国的关系上，他这个底气啊，还目前看起来还有一段时间。我个人认为啊，中日关系其实这个恶化很难止跌，大概在高市的任内大概不容易有太大的变化。是，好，说到日本的这个问题哦。这几年日本的利率有多低迷，大家都很清楚，每天都是甜价，所以也吸引了包括大中华地区的游客，甚至全世界的游客，这几年都疯狂的去日本旅游、购物、去消费。但现在，中国大陆不鼓励大家去玩喽，减少观光团，减少你的航班，邮轮要改道，香港还取消了一些学生的活动等等，让日本的观光产业呢，顿时是失去了一个最大宗且稳定的海外消费群体那也就是中国游客。而且这只是中方我先不买你东西，不去你家玩的轻微反制了。要知道，他们对付美国的这个大绝招，我的稀土、我的原物料出口管制限制，这些都还没有对你日本拿出来用，那你就已经先感受到经济上的压力了。那俗话说，少赚钱啊，比赔钱更痛苦感觉现在日本就有一点这样的感觉。所以他们在 COVID-19 之后，积极的盖了非常多的新的饭店，非常多的这些观光的相关设施，就是为了迎来全世界旅客嘛。那现在中国游客不来了，那这些设施跟企业当然也会受到一些营运上的压力。那舰长认为这波抵制潮会不会造成一些倒闭的后果？一定会的因为我们之前所看到的，也就是有关于水产品的部分，可是那个只跟这个单一的一个业种，而且呢，那只有单一很小的一个范围，可是现在已经扩大到整个方方面面了如果我们来看说，有关于水产品的话，在2022年跟2024年的时候，我们来看2022年其实还占了将近快要1/4，是。可是到了2024年，因为福岛排放核污水的部分，我们就看到几乎已经快要小到不予列计了，快已经消失了。那这是最大的差别的部分。那现在大概本来是说开放的，到11月已经开放了，可是现在又回到以前，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几乎快要不予列计？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其实中国、美国、日本跟中国大陆，他们2国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来，我们来看这张也就是有关于日本
出口的最大宗的第2国其实就是中国大陆，对，而且它占的比率是到了17.6%。那如果说有关于进口的部分，中国大陆是第1名，最大的，那也就是它占的是22.5%。那我们刚刚提到了这么多的一个例如说无论是游览车，无论是饭店或者是餐饮业这一些部分，其实都是比较容易进入的一个产业啊。那现在如果说中国大陆全面抵制的话，那其实它的这个产值看起来可能影响的层面并不高，可是影响的人数就会很多，非常广。对，那如果影响的人数多，也就是开始动摇了自民党的未来的那个长期执政的一个体制啊。那而且最大的问题是啊，中国大陆的观光客不去日本的话，谁能够做个替代？哪一个国家能做替代？而且我们刚刚已经举了那个业种这么多啊，我们要注意一件事，就是一日之所需，百工思为备。我们只讲到了有关于游览车的部分，游览车的后面呢，它的油料的部分，还有它的保养的部分，所以各方方面面全部都会受到影响。另外还有药妆的部分，真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么多，现在只是开始，其实中国大陆只是敲打一下而已，真正的狠招还没出手。真的，我每次去表参道或是银座，真的是手上提的精品袋的呢，基本上都是说中文的游客了。好，我们再来看到。说出去的话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很难收回来。所以高市这一次台湾有事论呢，就让日本的资深评论员这个田崎史郎他就说，如果高市撤回他的发言的话，那就意味着这个高市政权已经终结了。但另一方面，日本的经济学者田代秀敏则警告，如果高市要这样子坚持自己的立场不回头，那将一起陪葬的可能是日本的全盘经济啊。那前首相石破茂也开炮，认为台湾有事论，这是日本很多政治人物都曾经讨论过的东西，但是你不能公开放到公开台面上场合来讲。好，所以面对眼下这个日本面临着政治跟经济的两难抉择，高市他现在是要坚持自己的论述、自己的立场跟政权，不惜让日本的经济一起陪葬下去，还是说悬崖勒马来认个错，向中国求和？哎，大家还是回来玩吧，多吃多买，钱照赚，酒照喝，大家还是好朋友。蔡委员，你认为怎么样才是一个最佳的解？我判断是既不会化解，也不会有经济赔偿，更没有低头求和。这是一个中日双方最关键的战略利益的较劲，也是高市早苗讲的不是一个话，他只是把一个日本的核心的政治状态，像冰山一样浮出水面而已。所以刚才杨教授我特别提到，他有70%的民意支持。我为什么要退？你要知道，在这种西方式的选举政治底下，我有民意，我就有选票。那其他的，如果政治压力、经济压力，甚至军事压力，没有办法使我的民意退潮，那我宁可选民意救民意。你说他民粹也好，你说他一时也好，等到退了再说。但我个人的观察，这一波日本的右倾的风气并不是从高市早苗开始，而已经吹了很久了。就以2021年来讲，日本自卫队已经规划在台海周边从事军事活动。解放军知不知道？知道。从2023年啊，当时的台湾的军队、美国的军队跟日本的军队已经做联合指挥作战的兵推，这什么意思？就是大家都在准备。那中国大陆知不知道？当然知道。也就是说，只是把一个本来大家都不想掀开的锅盖，高市早苗可能是不小心的，可能是刻意的，可能想要做一个压力测试，这样丢出来，端上台桌了。端上台桌，所以中日之间的核心利益已经进入一个浅水区，还没到深水区，相互给的压力测试。这个压力测试会不会使得日本的经济崩盘？我认为不会。因为日本的经济并不是建筑在观光业上面，所以观光业也许产生很多失业啦，产生很多退潮啦，表参道啊或者等等啊，会很多购物人潮会衰退，但是这不是日本经济的主轴。日本经济害怕的是它的汽车卖不到美国去，这个还比较实际一点。所以整体来讲，他在接受日本经济的测试，一样的道理，中国大陆也在经历一个跟日本脱钩锻炼的经济测试，
啊，所以双方面的压力测试已经开始了。再来政治上了，中国大陆一连串的行动，不管是在国际法上，在国内行动上面，在这个所谓方方面面的军事准备方面，中国大陆也在给日本压力测试，相对的也给自己压力测试。但是不管如何，高市早苗作为一个选举的政治人物，一定是以保住自己的政权为优先。是日本经济以后再说，日本政治以后再说，外交更不是问题，这个不会是政治有考虑的重点。所以他现在因为他的民调已经高涨到了一个非常高，以及不太可能再高的阶段，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为什么现象呢？他当然不会逢高杀出嘛，所以他现在就装乖、装无辜、装没事，然后看你中国大陆怎么办。而中国大陆自己也要负起相当的责任，就是他把日本右派的起来没特别的注意。是为什么没特别注意呢？我来举3个例子就好。2024年9月25号，日本自卫队的驱逐舰叫萨扎纳米通过台湾海峡第一次，解放军没吭声。2025年2月4号，日本驱逐舰 Akizuki 通过台湾海峡，中国大陆装作没看到。今年2025年6月12号，日本驱逐舰 Takanami 也通过台湾海峡。那日本的驱逐舰通过台湾海峡，跟其他国的政治有没有不同？你现在就看出不同了。所以中国急着要去引用联合国宪章里面的所谓敌国条款。对，为什么？亡羊补牢。所以前段时间轻忽了日本右派势力的崛起，是纵容日本的军舰可以打着这个自由航行的口号通过台湾海峡。这本身没有把它解读成右派势力对中国的挑衅，以及对台海战争的准备，而把它解释成跟美军、跟其他舰队一样，那就一个很大的失误。是，所以中国大陆也要面对自己的压力测试。未来如果有日本军舰再通过台湾海峡，你是不是还是一如既往？现在中日之间的关系真的是如履薄冰，而且中国商务部有最新的警告，说日本呢不要一面想赚钱，但是一面伤害人，所以不排除说会进一步的经济胁迫。我们就来看到，毕竟呢，日本首相其实高市早苗，哇，这段时间发生很多事，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个月，先是抛出了台湾有事论，那还有包含现在说2战以来的非核3原则，他锁定了第3条，不引进核武，那等于是说为美国在日本可以部署核武直接开绿灯。其实现在呢，这一连串的操作，您从图卡上的右半部你也可以看到，包含了日本的前4位首相，现在是齐声批评哦。鸠山由纪夫跟野田佳彦他们是在野党，那岸田文雄、石破茂自家人自民党现在都不挺了。我们就来看到呢，杨老师您怎么分析说高市早苗其实他现在态度踩得非常的硬，甚至引来现在中国也下了这个最后通牒，但是他上任才不到1个月，然后4位首相悬崖勒马，但是高市会收手吗？其实高市在去年2024年9月，大家还记得吗？他当初就跟石破茂竞选自民党总裁，他输了，石破茂做首相，但是石破茂2次的选举都败了，因此呢，他下来，高市上来。那高市上来作为日本第1位的女性首相，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她一直以来对于就是战争的议题，对于安全保障的议题是相当的保守，甚至右倾。那去年9月的时候，他就在竞选过程当中曾经提到，台湾如果遭受到封锁，日本将面临到存亡事态危机。那个时候就有这样一个这个说法。所以为什么这一次在11月7号国会反对党的立宪民主党的冈田克也，他也做过外务大臣，他就拿了这一段文字，你讲过的，你现在做首相了，你是不是还这个立场？所以高市就跟他的一个对答当中，就把更具体的说，如果战舰发动战争，则日本出现存亡危机的事态，因此呢，就会启动安保3法当中的集体自卫权。这个其实让美国都很惊讶，防卫省的官员也都很惊讶，因为过去讨论所谓的集体自卫权，日本的出兵，如果不是本土防卫的话，一定是在美日安保之下，对美军的行动采取基地或者是后勤的资源，就这样子而已。结果他现在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了。那这个东西当然就引起很大的这个质疑。那我们后来才了解，原来他这有个布局的，他的布局其实就11月20号，自民党里面他要求安全保障调查会开会，
要修改安保3法，为什么？因为这里面定的非核3原则，而且要去提高军费，提早提高军费倍增，同时呢，可以去开放攻击性武器的出口。所以这几个要件，4个要件都在20号的时候讨论。那因此呢，就引起几个首相，那岸田文雄，甚至他自己内阁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也说，非核3原则不可以动。那这个我觉得很难，因为非核3原则在日本是很根深蒂固的。可是21号的时候，我这边看到最新的这个发展，现在时间是11月21号的下午。那他在中午的早上的时候接受访问，因为22号他请人去南非参加G20的会议，那可能碰到李强哦，但是中国大陆说你不要来，请你自重。但他被问到说，你跟中日之间的战略合作伙伴互惠关系，他说这些都没有改变。还记不记得他在釜山会议的时候和习近平见面有谈到这一个？习近平不是很情愿的跟他握手了哈。那但是呢，果然他回来，你看就讲这些话。可是他说日中，从日本讲到日中日中战略和互惠关系不变。那这就表示他的政府的立场。记者又在追问，对于11月7号你讲的台湾有事可能构成了存亡危机事态，那他的回答是，政府的立场是一贯的。至于哪些情况属于适用范围，将依据实际发生的个别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所有的资讯进行判断。他11月7号讲这个话就没事了嘛？他现在回到了所谓一贯，因为从1960年代开始，日本有关于台湾的问题就是事态概念，那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我们会真的发生，我们再做判断。是好，可是呢，他当时就不是这样子了。是，但是他没有撤回11月7号的发言，所以呢。基本上北京方面接不接受，我们就很难判断。所以杨老师非常精辟的分析。那厉将军您的看法呢？如果高市早苗他想要改这个非核3原则，在日本，这是日本2战以来的国策，真的有可能过关吗？因为包含了现在连自己人都跳出来说，这个就是不能动的。我想今天早上这个有一个全人类对这个要改，我个人是觉得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讯号。这个 F-35战机，美国居然研发出 F-35战机可以携带的核子弹，叫做 B-61-12，这款的核弹。那以前我们都认为核弹，这个都要挂在所谓战略导弹上面、洲际导弹上面，或者是轰炸机上面，或者是核潜艇、战略核潜艇才能够发射。但是美国现在居然可以用5代机携带核弹。这是对全体人类来讲是何等悲哀的一个讯息。那大家试想想看，如果日本它本身就有 F-35战机，那美军在这个日本的本土也驻有 F-35战机，那如果说在日本的本土上面有这款导弹的话，它 F-35战机它的攻击范围可以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北韩，包括到中国大陆。你认为这3个国家可以容忍吗？如果说是他都随时有这个核弹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之前日本的几位首相，你必须要讲政治家跟政客的不同。政治家他是眼光看得比较远，他知道一件事情，其实到现在为止包括俄罗斯，包括到中国那其他的印度我不讲了印度、巴基斯坦这些永和国家，他们的核政策我不了解，但是包括俄罗斯，包括到中国都曾经讲过一句话，他们核武的使用原则来讲的话，他不会去攻击无核的国家。就是说，如果说你没有核子武器，我不会用核武去攻击你那当然，如果你日本如果说拥有了核子武器，那是不是让你周边这些永和国家，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朝鲜，包括到中国，就有名正言顺的理由可以用核子弹来对你攻击？我们之前有一个笑话当然全世界列数所有哪一个国家有多少核弹这个美国有多少枚，对不对俄罗斯有多少枚？这2个国家是最多了5、6千枚那中国是600枚，那日本有几枚呢？日本是-2枚为什么-2枚？因为它已经吞了2颗了它之前也吞，所以大家把它开玩笑说它-2枚。难道你日本来讲的话，经过长崎、广岛那次来讲，你是无核国家，但是美国照样去干你，那坏的是美国那个国家，不是其他的国家，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所以我希望日本来讲的话，应该认清楚这个事实是这样。你有了核子武器，对你来讲是祸不是福，因为让你周边的这些永和国家
就有名正言顺的用核武器来打击，因为我会担心你啊，你现在如果里面你自己有一架 F-35战机，随时带个核弹就丢到我的这个国土上面来讲，那如果说打仗，我一定是互相保证毁灭，我一定要先将你核武摧毁掉啊。那所以说，我觉得高市早苗哈，但是高市早苗如果现在他这个一厢情愿，他一直向右靠。继续向右靠，继续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以他来讲，既然已经提出来，而且今天很不幸的，他自民党里面的会议里面已经通过了要拥有引进可以引进核子武器或者是有核的这种载具，包括核潜舰哈，包括到这个可以带核弹的战机哈。那如果说你的自民党你已经会议的通过，只等待明年来讲由国会来通过，那你自民党如果现在其他是在野党如果说不阻止这个法案来讲的话，它就可以引进核武。当然就日本来讲，他希望将自己置于一个核保护伞，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其实这种心态跟这个韩国是一样的哈。可是我觉得，虽然说他这个北韩拥有核武器，所以韩国也希望说它可以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之下。但是毕竟来讲，南韩跟北韩他们是同一个民族。但是如果说南韩跟北韩现在来讲，他们这个虽然说彼此是敌对国家，但是他们有一个共识，你知道，就是打日本是他们这个南北韩的共识，这是这个民族之间这个恩怨情仇很长的恩怨情仇所造成的。所以我觉得日本来讲，现在高市早苗哈，他既然已经提出来，而且自民党也已经通过这个法案来讲的话，极可能在未来的日本国会里面会通过。可是对日本来讲，到底是福是祸，是不是真的能够放在美国的核保护伞，还是将自己置于核攻击的威胁之下？我觉得这个高市早苗跟日本的群众应该仔细三思，尤其日本的在野党应该要有更远大的眼光，而不能随着高市早苗在那边这个继续向右倾，继续向右靠哈，将整个国家带到危亡的这种境界。好，确实，现在外界也在分析说，为什么高市这么要急着引进核武呢？认为它其实是源自中国的核威胁升高。我们就来看到图卡当中的右下角，这是美国智库战略暨运算评估中心的资深研究员，他说，日本最忧虑就是中国的核战力增强，尤其是中程弹道飞弹。这个射程虽然不到美国本土呢，但是覆盖了日本跟关岛。包含了东风26、东风27，还有新研发的惊雷1空基远程核导弹，其实都是针对亚洲地区主要目标的高精度攻击武器。请到张将军的专业来看，中国这一些高精度的导弹群，它对日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我认为这些不管东风26或东风27，它都是中长程的弹道飞弹。日本它只有战术武器，它没有战略打击能力。日本有没有核弹？没有。它有没有长程的或者洲际的弹道飞弹？没有。它有没有核子动力的弹道飞弹潜舰？没有。它都是战术型的。所以日本在这边它想要去研发战略型的。但是我们知道，这些东风26、东风27之后，它的射程涵盖第2岛链。那讲惊雷，这一次93月明有出来的惊雷1号，惊雷1号是挂在轰6上面，轰6上面它打3500公里，因为轰6就可以飞5000公里，再打3500公里，可以打到8500公里加起来。当然，它它打第1跟第2岛链，它不用出海，在内陆就可以发射。那惊雷它飞得够高，要够高，因为它的从位能换成它的动能速度，就往前面这样子飞，这是惊雷1号。所以这样来看的话，日本想要发展核武，它考量是要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它的你要多少数量，你日本要做多少核武数量？中国大陆现在已经600枚，你要做多少？你是不是要比数量？因为比核武就要比收哈，大家看谁多嘛。第二个比领土面积，日本的领土面积总共37万8千平方公里，中国大陆的领土面积总共是960万平方公里，所以中国大陆的领土面积是日本的25倍，它就25个日本就对了，你25个日本加起来，因为打核武大家是相互毁灭嘛，但是我大你要丢得多啊，你小我通通集中，所以这个领土面积日本也吃亏，刚才讲的数量就已经吃亏了。第3个我认为日本还有一个短板，日本人口集中。北洲4国、九州、北海道都集中在那边，那几个小岛不要计算，你都集中在那边，而且它高度城市化，打那个几个重要城市人就毁灭了嘛。人土过度集中也是日本的短板，所以日本的短板多。另外一个，日本如果发展后会牵动地缘战略，南韩要不要发展？你有了，北韩也有了，俄罗斯也有了，中国大陆也有了，那就南韩没有，南韩要不要？他一定要发啊！他说你们大家都有，就我一个人没有，你们全部都有。南海这个地缘战略就不平，而且
俄罗斯会把它战略核武部队往东移，调到勘察加半岛，调到库页岛。为什么？你日本开始搞核武了，我能够不准备吗？会有这样子。地缘战略不是光只是牵动南韩发展核武，包括俄罗斯都要牵动，它可能都要做一个机动的来调整。为什么？你发展核武，我不能不准备，是这个样。所以我们来看呢，从这方面各种来做评估，日本想要发展核武有能力，但是它的风险要做评估。日本现在有47公吨的钚是我们知道原子弹是核裂变，你氢弹是核聚变，那它现在做核裂变呢，做一个原子弹要多少不斤钚？30公斤一颗，47公吨可以做1500个，可以做100。它的小部分是放在日本，那绝大部分是放在法国跟英国。他们是盟国嘛，他们自己是朋友嘛，放在那边拿进来，要做就拿进来嘛。他总共现在日本他们通通加起来47公吨啊，有没有动？没有啊，他现在还是3不原则。所以我讲，发展核武是有地缘战略的风险，日本要考量利弊得失，你不要因为因小而失大，为了做核武而造成日本的这种更造成地缘战略的晃动，那会造成它的风险很高哦。所以我认为日本原则上在目前来看会走保守的路线。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敦出了这个台湾有事论之后，让中日关系降到了冰点，而且呢，也瞬间让这个日本整个市场仿佛像丢进冰水一样。因为现在呢，不管是包括了日股，还有公债跟日元呢，是全面走跌告急的状况。我们就来看到日经225指数在11月18号收盘下跌了3.2%，这是创下4月份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了。还有包括您看到40年期的日本政府公债殖利率飙升多达8个基点，达到3.68%。那日元呢，更是触及9个月的新低，来到了155.3日元兑换1美元。好，杨老师请教您，现在中日关系一紧张，包含了股市、公债、日元，我们看到全面大跌。就您来看，这一波抛售日本潮到底会对日本带来多大冲击？这个影响其实还是整个国际，尤其是美国的大盘。那特别是对于美国的8大企业，其中类似跟 AI 股有关的，像辉达，有一点就是市场的传言，所以这个是11月18号，的的确确，它的日经、日股或者是日元，大概都有一点受到影响。不过那一天其实全亚洲股市也都不好。对。那可是呢，日本的的确确是受到现在的高市早苗的发言引起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抵制或者是制裁。那这些不确定性是会产生怎么样的经济冲击？那它会不会有后续更大的一招？比如说一些大杀招，类似像是以前做过的，对日本采取稀土管制，那个对日本的经济，那当然所有的股市、日元都会受到影响。所以这个不确定性，当然在大盘这个国际的大的局势不好的时候呢，它就在日本就特别明显。可是隔一天，到了11月20号、19号、20号的时候呢，其实因为辉达的财报很好，那所以呢，整个那一天日本的半导体再加上商社这2大类股的这个提升哦，曾经一度盘内这个增加大概2000点，一度又回到了就是5万点的这个大关啊，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整个亚洲的股市相当形势还是受到美股的影响，因为现在大家对于美股的这个情况哈，应该说美国经济的情况都有一点就是那种担心，有一点这个担忧。一方面是经济通膨，还有最高法院的判决。那当然这个 AI 的这个情况啊的获益，因此大家都觉得所有因素都夹在一起，所以它这个影响呢就会在亚洲特别明显，因为我们跟美国的经济供应链很密切，但日本。特别是加上这次的高市的发言，所以当经济情况不好的时候，它跌得最深。那这个是以后可能会不断出现的。好，现在大家认为说北京就是拿金融武器来当做武器对日本施压。我们要来看到，你看到图卡下方，这是11月20号的时候，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他在记者会上就直接警告说，如果日本不撤回高市早苗这个错误言论，那中方会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说后果由日方来承担。
那彭博也分析说，北京祭出一系列的手段，包含了暂停日本的海鲜进口、警告旅客，还有取消一些艺人的活动等等。但是，刚刚杨老师也帮我们提到了这个杀手牌，就是稀土牌还没有出手哦。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为什么北京到现在还没有动用这张稀土牌呢？如果都是大招的话，第一个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因为钓鱼台事件那中日两国曾经交恶。那时候中国有打出过稀土牌降低对日本稀土的出口那时候造成日本的这种经济上的一个产业的一个恐慌。那也从那时候开始，日本自己开始要这个研发制造自己的稀土，因为他怕被中国卡脖子嘛所以为什么现在来讲的话，这个美国跟日本来讲要签稀土协议，其实日本是可以做稀土的但是它的产能是有限的，所以之后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依赖慢慢降低到只有60%。那最近来讲的话，又开始回升。当中国恢复对它稀土供应以后，他自己觉得说，我就不要再做这个高污染的这个工业他就慢慢又恢复从中国开始进口。现在来讲的话，日本对中国的稀土依赖大概是到70%，但是我认为说是短期之内飞到最后关头，这个中国大概不会对日本打出稀土牌。为什么？因为我们从这个安氏这件事情就看得到。这个现在全世界的这种产业的供应链其实是非常的脆弱。那如果说是你突然对日本断供稀土来讲的话，可能会造成的影响是全世界所有产业都不管是这个，尤其是民用了军用我们不讲，尤其是民用，包括汽车，包括到这个飞机包括到各种这个绿能产能都会受到很大一个波动影响。那我觉得中国很聪明。我不需要去因为你日本去得罪所有全世界的产业国家，因为如果说我一旦对日本断供，那这个产生的蝴蝶波澜效应来讲的话，可能会波及到全世界所有的产业都会受到影响。那中国干嘛去得罪全世界所有产业？我现在只要针对你日本就好，我不要去因为你去造成全世界对我为主。我们从安氏半导体，荷兰的安氏半导体之乱就可以看得出来，安氏半导体这个乱之后，造成全世界的汽车的这种工业来讲的话，都为之可能因此而断供，所以全世界都急得不得了当然中国很聪明了，他最后就是用豁免了，我给你汽车，你们去针对荷兰政府，不要针对我中国，我中国是一个这个负责任的大国，我继续供给你们。同样的稀土产业，我觉得是这样，飞到最后关头，我觉得中国不会用，因为他现在来讲。第二个来讲，我觉得工具箱里面有很多的工具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是这个渔产比如说观光比如说我们在讲到留学方面，这个他现在留学，你知道留学有多影响有多大吗？连川普当时喊出说不让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那你想想看，后来他又恢复，为什么？因为60万的留学生对美国来讲的话，各个大学是多大的一笔财务的补助啊？那同样道理，难道对日本不是很大一个补助吗？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光使出这几招目前来讲只是这几招，对日本来讲，它的日元已经看到它这个这2天已经开始大贬了。那昨天虽然说股市有上，但是今天好像这个又开始跌下来，而且是惨跌因为辉达的这种它的这种年报里面发现说，很多人跟他买的东西，但是钱还没到位，还没付但是为什么欠钱没付呢？大家后面去很多的想象是不是这个下游的企业来讲的话，他做的东西卖不出去，所以变成他没有钱去付辉达，所以大家就产生会不会有 AI 泡沫化的这种疑虑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来讲，稀土这一段它不会实施，因为它不会去得罪全世界其他产业。它目前来讲的话，等于重点打击，只针对日本。那后续来讲，它可以指出的手段很多，譬如说是这个2017年我们看到韩国因为部署了萨德系统。那比如限韩令，对不对？那个时候包括韩国的这个观光旅游，或者是它的这种演艺事业都受到影响。那中国现在采取这一招了，电影也不让你演了鬼灭之刃啊，或者蜡笔小新啊，其实对日本来讲是很大损伤。我觉得后面来讲它有很多，比如说对日本的这种在中国大陆的企业，包括汽车啊这些企业来讲加强它对它的检查或者等等。这些措施，我觉得它还有很多。那稀土是最后不得已才需要用的手段，在此这些手段，如果能够生效来讲的话，我觉得它不会用到稀土。主要的是，我认为中国大陆不会那么笨到说是我因为你日本去得罪其他的全球的所有产业。
是李将军在强调说，不到最后关头的话，中国其实不会动用稀土这一张牌。好，大家在说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了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前谈判官，他也说了，说如果北京现在就寄出这个稀土反制，不但会激怒日本，而且也可能连带的，像刚刚李将军帮我们提到的，连带其他的贸易伙伴也会怀疑说，那中国这个供应链的可靠性反而会更靠向美国。好，尤其呢，上个月川普才在南海跟习近平才刚碰完面嘛，也签了这个稀土出口惠及全球的协议。也就是说，那如果北京现在打这个稀土牌，那不就等于是说破坏这个协议，甚至可能惹怒川普？那张将军，你来看，如果最后习近平真的打出这个稀土牌，那美中是不是又会再爆发贸易战？我认为中国大陆它是一个聪明的，它是一个集体领导，它会在那边做非常深入研究、利弊得失分析。我认为打稀土牌的几率，我认为是不高的。因为我们来看，他跟这个习近平跟川普已经达成贸易的协定的话，中国大陆跟美国都有贸易市场的需求性，是对方的市场，因为这是按照经济学的比较利益法则，这是回避不了的。那大家这个双方都会复利，那干嘛要再继续玩这个稀土牌呢？边际效益会递减，而且会引起其他国家的反弹。我倒认为中国大陆会对日本的稀土会作为一个局部的限制，因为日本的稀土啊，每一年的需求量啊是18000公吨，这18000公吨呢，那它进口每一年大概8300公吨，蛮多的。那这里面有70%，刚厉将军有讲，70%来自于中国大陆。是，那来自于中国大陆会不会做局部限制？我认为做局部管控，用途上的管制。那有些你不能用这个稀土，你这个用的稀土的用途你要给我标明清楚，来源去我要做管制，可能会做这个样子。因为日本会做相应的调整，因为日本它会做第一个市场替代，那个中国大陆它对我限制，它会向泰国、像越南这是替代市场，因为越南跟泰国是日本的第2跟第3的稀土供应，那这样子嘛，那我就从其他地方来弥补中国大陆对我的控管嘛，会有这个样。第二个，它现在还有备转容量。我备转容量，我这个继续做，我这个备转容量可以支撑半年到1年啊。那半年到1年的状况如何？那谁知道呢？我有备转容量，我还够，那这样子我就不怕。这是日本的。那第3个呢？日本会关掉一些对稀土急需，因为稀土我们知道总共17种，包含硼跟乙之外，另外15是蓝系15加硼跟乙。那这样子，那我就这个不重要的先关掉，用重要的，这是我的主生产量。我的主贸易就需要这些对稀土的需求量是比较急迫性的，我用这些，所以这样子有这方面的应变，中国大陆打稀土牌还有多大的效果，就要去算一算了，因为这是利弊的，打出去稀土牌，结果呢没有效果，结果反而变成日本抵制中国大陆一个理由。那你这样的话，反而变成在这个损益上面、利弊上面的得失之后，中国大陆我认为他会做分析，原来稀土牌在这一方面效果是有限的，那要不要去打这个？我认为中国大陆会戛然而止，不要打稀土牌。从其他方面，如果最厉害的话，很简单，最钓鱼台嘛，最钓鱼台从平面执法变成立体执法，从这个平常的间歇性执法变成常态执法，哎呦，这就不一样了，因为钓鱼台是主权的问题，还有维权的方面的这方面的问题了，又不一样，这个效果可能比稀土牌效果来得好，而且这个本来就领土争端了。美国会不会？美国虽然说没担保给予钓鱼台列屿，但是问题是，只要涉及到主权争端，美国原则上是闭上关。你看那个菲律宾在黄岩岛、在仙宾礁、在仁爱礁、在铁线礁，那不是都这样子吗？那美国一闭上关之后，这个日本会屈居下风，中国会屈居上风，慢慢有一种失控的这方面的具体事实。那中国大陆何乐不为？我认为中国大陆会做一个弹性的智慧调整。是将军，我想追问一下，因为现在呢，中日关系越来越紧张，大家也在观望说川普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可是现在其实他没有非常明确表态，只有说，有些盟友不一定是朋友。你觉得他的态度呢？这个川普他认为让子弹飞一下，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有利的。为什么？当这个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日本你是不是你国防预算是不是要加一点啊？你不要老是靠我啊！你自己是不是要ပေး一点钱，多买一些东西了？因为你紧张，你不要靠我，你老是占我便宜，赚我的钱，还有我保护你，你自己是不是要多分担一点责任？所以让子弹飞一下，对美国是好的。川普他是生意人，他是讲 deal， 那就是交易嘛，那就很简单，飞一下对美国好，美国立刻这边挺日本，日本感觉到后面有个大靠山，就不用怕了，可以忘所欲为。川普不会让日本在这一方面得逞，就是继续让子弹飞一下。
对美国是绝对有利。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对于中国大陆的态度很强硬，但是现在私底下高市早苗是吃了后悔药了吗？怎么来说呢？因为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说，其实在高市在发言之后，他曾经就跟身边的人说他是不小心说过头了。那现在呢，他身边的亲信也懊悔说，是因为这个官邸的资源不足啦，所以没有考虑得很周全，没有想到会有这个反弹。另外一位亲信他的说法则是说，其实高市个人的能力是非常强，但是团队不够稳固，未来他们要解决。好，那说回来，他的这个不小心说过头的这个说法，赖教授您来看，他是想要透过这种方式，其实在跟北京递出橄榄枝吗？他是在一种障眼法了啊，又在另外一种欺骗。因为我们都知道，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右翼分子啊，他们最擅长的就是骗啊这个字啊，他们几乎都在用骗的。安倍晋三他自己都说了嘛，就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要说嘛，啊，这个和平宪法不能改，没关系嘛，我们就从这个你看不见的地方里面来改，啊，那也就是偷偷的，例如说安保啊，美日的安保就修改。2015年的时候把美日安保修了以后，那就是变成有经济危机事态啊的这个法律就把它写到里面。自卫队本来应该是专属防卫日本的本土，就说哎呀，我们修改了安保条约，所以我们要去保护美国的军舰，所以呢日本就要参战，啊，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一个一个就改了嘛，就把自卫队变成一个所谓的国防军的这样一个概念，这个就是安倍晋三所用的方法。那也就是说，他在他任内的时候就不说日本有事就台湾有事，可他卸任以后他就说日本有事就是台湾有事，这个就是只做不说。好，那你想我为什么会说这个高市早苗的幕僚故意把这个新闻去喂朝日新闻，这个就是一个障眼法，用骗的。他选择的不是右翼的新闻，他选择的是左翼的自由派的媒体。因为朝日新闻是日本的第2大媒体，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它是在艺文界里面啊是最受欢迎的媒体。第三个就是它长期以来它就是左翼的、左派的，而且比较偏自由主义，所以它反对修改日本宪法，反对军国主义啊，然后他反对慰安妇，他所有的那些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东西他都反对。好，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左翼的媒体，透过他来说，高市早苗说过头了，不小心说过头。这个不小心说过头有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个含义就是说，哎，这不是我的本意了。哦，例如说我跟谁吵架，然后我气急了，我就讲了一个非我本意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不小心我说了不应该说的话，这个好像就是啊，这不是我的本意，你可以这样解释嘛？哦，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可是如果这不是你的本意，你就收回吗？那为什么不收回？对，为什么他不收回？为什么官方长官说我不收回？为什么外相说我不收回？为什么他派出去的金井正章也不收回？这代表这是他的本意。好，所以第二个层次，也就是说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嘛。那我不小心说过头，就是说我不小心把我的底牌说出来了，是吗？说谎，公然说谎，为什么？因为同一篇的媒体，同一个采访里面，因为他是不具名的官员采访，而且是联合采访，所以不是只有一个匿名者，他是有2个以上的匿名者。另外一个匿名者他是这么说的：11月7号的凌晨3点，高市进入官邸的书房，开始在阅读各部会送过来的这些他要接受答询的答询稿，也就是各部会送来了。他的幕僚帮他整理好了，答询稿送到他桌上，他开始在看了，他把他的所有的重点要讲的画红线，要讲的话改了，就都改好了，都弄好了，那已经工作了好几个月，所以他把重点，他是新闻人呢，您是新闻人呢，新闻人一旦把重点写上去，把画点画上去，就是那是梗。我就是特别要透过国会答询，把这个讯号传出去的头版头。绝对会成为日本热点新闻，谁不晓得？他是媒体人出身的，他专业训练过的，他当然知道哪些东西一定会是头版头，他就是要头版头。所以头版头以后发现，哇，这个祸闯大了啊！所有人都在告诉他说，安倍晋三只敢做不敢说，
美国不敢说，日本的历届首相都不敢说，你敢说，你勇。他本来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最勇。为什么？因为有川普挺我。川普在公开的场合说，我高市早苗只要有求，他必应这4个字，有求必应，100%满足你。这个就是当时川普说的是场面话，场面话你这个高市你看不懂吗？你还给我下不了台。场面话就是说不兑现的，但是高市早苗想利用川普的场面话变成他的后盾，来给极右翼的施加压力，说我有美国做后盾，我是右翼的老大，不是你麻生太郎。这是对于党内的派系。另外对外面来说的话，就是我高市早苗，我声望振聋，我敢做你们都不敢做的事。这是一种极端的挑衅。现在祸闯大了，开始想收了，是找那个幕僚不匿名的在那边传话，骗谁啊？军国主义者就是一个字，骗。好，赖教授说这个高市早苗祸真的闯大了，因为现在呢，中国这边北京的反制手段其实最有力的，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车用晶片跟稀土。那中国呢，您从图卡上看到，在中重稀土几乎是掌握了全球供应。这些稀土呢，说回来跟这个高科技的磁材、半导体、军工还有新能源，其实都是非常的关键的。那举例来说，日本虽然说很努力自救，但是到2024年底，他们从中国进口的稀土比重，反而是从您看到2018年的50%上升到63%。尤其像是一些重稀土，像是铵、锑、铬这些呢，都是电动车马达驱动系统不可或缺的材料。那大家在说一旦断供的话，其实呢，日本它整个高科技产业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好，委员您来看，如果真的中国真的动手了，就是对这2个车用晶片跟稀土全面的打击的话，那日本他们的产业甚至说整个供应链会受到多大冲击？简单的评估哈，日本的汽车产业看品牌。有的品牌啦，必须减产10%，有的品牌要减产30%，啊，如果减产这样的话，他们的股票价格会跌多少啊？大家盘算啊。第二个，车用晶片的方面，当然不只是汽车在使用，因为可能很多人不晓得，车用晶片很多在军事工业上用的也不少啊。你别看那个炮兵移动很缓慢，那也要车用晶片对哈。所以如果这些缺料的话它的计划中的武器生产量可能要停掉20%然后它的这个电动车跟那个所谓混合动力车，有电动有柴油车减产1半，那除此之外需要稀土磁铁的只有汽车，不是工具机还有光学仪器所用的稀土玻璃，不只是稀土马达，稀土玻璃，还有日本最擅长的精密仪器，还有半导体制造设备，全挂，因为它用量比较大那其他的涉及到电动动力用的储能电池，各式各样的电池那供应量会全部乱到一团。那有人说，那长期有没有办法解决呢？有的，成本2倍对，那因为它要靠回收吧，短期内靠回收来使用所以如果中国大陆技术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只能祝福日本赞美日本是太厉害了，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打击，而且。整个日本产业在为高市早苗的政策付出一个莫名其妙的代价。那到时候就看看日本的民意会不会反转来这个批判高市早苗。现在日本的民意还是在热衷衷的，觉得你看我敢跟中国大陆叫板我敢踩在中国大陆的老虎尾巴上我敢挑战中国大陆所谓核心中的核心利益嘛。现在讲都很开心，那等到事到临头，那就可不一定了因为很多东西没有替代。为什么？这个电池用的石墨负极材料，100%中国供应；正极材料60%中国供应，他哪里去拿这么多的量这是个现实问题那除了刚才我讲的锂电池这些，因为负极材料、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所谓磷酸锂铁嘛，正极材料主要讲的是石墨嘛。
那你这2个在全世界你找不到那么大的量的供应了，有点像说美国我产大豆可以卖给别人，可是最大的量在中国，那就一样，它供应就在中国，你其他地方拿不到，越南可以拿一点啊，澳洲可以拿一点，东侧西侧。那像车用晶片，连那个最不起眼的安氏半导体的晶片，那个实在是最便宜的，中国不封装不出口给你，通通就挂了。不过当然了，因为日本它也靠台湾供应一部分啊，台湾比如说力积电有供应它这些晶片哈，那基本上这个安氏半导体影响是欧洲比较多，影响日本比较少。可是不只有安氏半导体的晶片啊，所以日本最好长个眼睛。好，高市早苗现在对这个中国叫板，他在国内民意是非常旺的，但其实，在政坛现在已经有一点不同的声音了，蛮两极的。我们来看到，像是立宪民主党前首相野田佳彦，他说首相有点说的太超过了，日中关系可能陷入危险。那自民党的前首相石破茂，他说如果把这个所有情况说出来，可能会削弱原本的贺阻力。其实这个部分赖教授刚刚也帮我们提到了。好，我们要请教厉将军你怎么看？因为现在连同党的前首相也有不同的声音。那高市早苗会不会遇到日本内部的反扑？但是刚刚蔡委员提到，他现在在日本的民调是非常高的。虽然说中国对日本不管在旅游啊，或者是这个电影啊，甚至于今天传出来水产，甚至于牛肉哦，都采取经济的这种制裁的相关的手段。但是我觉得短时间之内哦，日本的民众不会感觉到痛。所以说日本会继续支持高市早苗哈，所以也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支持度哈会高达69%那么高。我觉得日本你要了解这个民族哈，这个倭寇民族，它就是生长在一个岛上面。你看日本这个岛有2个它很大的一个罩门，第一个就是它没有纵深。我们从上次福岛这个核电能事变就看出来，这个国家只要发生一点核能或者一点重大的这种你不要说战争了哈，光核能电厂它就发生事变，对它国家就造成很大一个冲击。第二个，它所有的资源都要来自于从海上运进来，所以他很担心它的海上运母线被切断哈。那它也需要向大陆来发展，所以他每一次对外侵略的时候，对外主动攻击的时候，他都用同样一句话，叫做日本存亡这个危机事态哈。那你看918事变，他就想要到这个大陆来向大陆来做发展。那之前来讲的话，他也是用这句话去用这个当做理由去攻击这个珍珠港，造成珍珠港事变。为什么呢？因为他讲的就是说，你美军会不会主动来切断我的海上运补线？所以我要先攻击你。当然这次来讲，台湾也是面临同样的理由。大家不要以为说高市早苗讲的话是在帮助我们台湾，不是，他是怕说是台湾一旦被中国控制住以后，它的海上运补线由南往北的运补线会被切断，所以他才说日本存亡事态哈。所以他是依据这个，不是说是为了帮助台湾怎么样，不是。但我们台湾人自己不必往自己脸上贴金了哈。但这也凸显出我们台湾在地缘战略上的重要性。那像这种岛国，很明显的，它是属于一种就是说这个非常不安全感，那对周边国家敌意也非常的重。这也就是为什么高市早苗到现在为止，一般老百姓还会在支持他哈，因为岛国心态就是这样嘛，他都会主动去攻击人，你不去招惹他就会先来弄你，因为他还有一个很严重的这种不安全感的心态。我觉得高市早苗未来来讲，可能有3条路可以走哈。这第一条路就是他把话吞回去，中国叫他把话吞回去、收回去，但是目前看起来哈，他大概高市早苗在民意这么高强度的支持之下，我认为这条路可能不太容易，他大概做不到。第2条路就是这个都不讲话，保持沉默政策然后等到事情翻页过去，过了时间以后，看事情会不会自动翻页过去。我觉得这也不太容易，因为这个中国大陆在这方面来讲的话，绝对不会就此罢手，也不会让他就此翻页过去，一定要强硬的要他表态，双方来讲也没有退路。所以高市早苗剩下第3条路，就第3条路继续诱到底，继续硬到底。所以为什么会传出来说是他可能在12月的某一天突然又去靖国神社，甚至于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不做二不休，就直接所谓的无核3原则就直接引进核子的武器哈，这有可能，也有可能他恢复他的这种军国主义的这种就正规的军队哈，把他已经
这所谓的自卫队改成正规军队，我觉得可能性是很大的，这个东西大家不要轻忽了。但是你如果说继续这样做的话，我觉得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一定会誓不甘休。所以这是中日两国这个冲突来讲的话，可能后面来讲，我自己研判会越演越烈，因为双方目前都没有台阶可以下。好，谢谢3位专家精彩点评，我们稍后休息一下。